大家好，我是庞慧茹，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山茶花的花是怎么做出来的。那在讲这个花之前的时候，当然要讲一下我为什么会设计这个作品呢？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先做这个包，那这个包其实已经很漂亮，这块布很漂亮了。但是做完了以后呢，我还是会觉得它有一点点单调。我希望能够在这个作品上面呢，能够加一点点花样。那我既然想做花，可是有很多的花其实都太复杂了，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。我希望它能够简单大方一点点。那刚好我以前有种过这个茶花，那我对茶花都还蛮喜欢的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干脆自己来设计一个茶花好了。那也许这样做出来就会很好看。那我接下来就会跟大家讲一下我这个茶花是怎么做出来的啊。那我现在呢手上有一份纸型，那大家可以呢从电脑里面下载，我们会把这个连结放上去，那你就可以把它下载，然后印成 A4 的。那至于要多大多小呢，其实你们自己可以按照你们作品的大小去放大或缩小。那就像这样子做3张纸型。那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花呢是3层，所以你要做3张的纸型。好了以后呢，那我现在就来做给大家看。那我今天示范呢，我就是先拿这个中间的纸型来示范。好，很简单你就外面呢大概留一点点多一点点的缝缝其实就可以了，不用留得太大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它先画下来。这个线呢就是待会我要车的线。缝缝其实大概留个0.5就好了，我们待会会用锯齿剪刀剪。这样就好了。那我这边自己做个记号这个是中，因为有大中小嘛好了以后，我待会呢就会示范怎么样把它车缝起来。我现在要把我刚刚这个画的线呢，把它重新把它车好那要车之前呢，我们当然要想一下就是针目了。那针目的话，一般来说开机针目都是2.5那可是我们觉得2.5其实是有点大的，所以我在拼接的时候都会把它调小。我今天呢是用 Berliner B475 来示范。那2.5的话呢，怎么把它调小？就是这边有个旋钮你只要这样往左旋，慢慢的旋就可以调了，调到2左右，大概小于等于2都可以。如果说你不小心调到 1.95， 其实都没有关系，这个都差距非常小了。所以既然我调到 1.95， 我就用 1.95 来车好了。那我们记得的时候呢，就是起针的时候和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帮它回针一下。首先我就先让针目下降。好，然后你看我今天就要开始车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现在要回针，这边有个按钮，我就回针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在转弯的时候，通常转弯要车的好看的话实际上我们要抬压布脚比较好。你不要尝试着这样去扭布，因为你去扭布的话，其实都车的不好看。但是我如果一直要用手去抬压布脚，有时候也很麻烦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有一个吸压棒，就是说呢，用脚去把它抬起来我们简称第3只脚。如果我有这个的话呢，我是不是在手可以摆在这个地方，就不需要手一直去抬压布脚，有时候很麻烦，一直去抬，我手可能还拿了一个锥子。那你看像我现在这样子，我要车的时候，我的脚直接用来抬一下压布脚，其实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待会会放一些照片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有这个吸压棒的好处。那这次呢 B475 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发现它的吸压棒呢更大，然后更长，离桌面可以更远，那真的是还蛮不错的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接下来会慢慢的把它车完，因为车这个要很小心要车的漂亮的话，你不能车起来 kick 的，所以要慢慢的车。大家都可以发现，其实从我以前的影片来看，我车东西其实是非常慢的，因为我其实很讨厌做完以后又要拆，做完以后又要拆，所以我会非常的小心，慢慢的车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就慢慢车了我把这个呢都车好了，那然后呢，我先要帮它把它剪下来，留下缝缝剪下来。那剪好了以后呢，基本上我们都要剪牙口，因为它是弯的。那不过我们今天用锯齿剪刀的话，就不需要再剪牙口了，所以呢，我就这样剪。但是你剪的时候，你要基本上你还是要尽量靠近你的线不要说离线太远。如果你离线太远的话，那它也没有什么效果。那我在这边提醒大家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剪这个的时候呢，我们今天是因为这个是做花，所以我们就用锯齿剪刀剪。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做包包或这样子要放很重量的东西的话，你就不能够用锯齿剪刀剪要不然的话，很有可能到最后你东西放多的话，它就爆裂了所以那因为今天这个只是一个花瓣嘛，它不是真正的要放很重的东西，所以我就用锯齿剪刀剪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锯齿剪刀本身会有分0.3的、0.5的，剪出来以后是多大的。那我这把剪刀呢，我是用0.5的。
0.5公分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它剪出来以后，它的宽度是0.5公分，这是我需要的。那你们可以看看你们自己需要是多少。好，我差不多剪完了。好，这样子，就像这样，我把它剪好以后，我要翻回正面，很简单哈，我就在这个地方剪一个口，不要剪到背面哦。然后把它捞起来，捞起来以后呢，剪一个口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这边就裂开了哈，裂开哦，我可以剪大一点了，稍微大一点点。好，那我要把它翻回来，翻回来的话，我有一个很好的工具，那你们要用筷子啊，什么东西都可以。我这边呢是有一个钳子哈。这个是我们常常做娃娃的时候都会用的返理钳，可以拉出来。它其实是一个外科手术的工具，是外科的这个叫止血钳。那可是我们把它拿起来用很好用。那你看我现在把它伸进去之后呢，把它夹起来，夹起来了之后呢，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给它卡住。那如果不卡住其实也没关系，夹住呢就把它翻过来，其实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会很好用。然后把这些啊，通通都把它夹出来，拉出来，慢慢拉哦，不要把这个口越拉越大。你大概拉一下，其实就用手去帮它辅助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再把它放进去，再拉多一点出来啊。好，没有这个工具其实也没关系，我们小的时候常常都是用筷子去把它这样推出去啊，这些都可以，双手万能嘛。有的时候工具就是比较好用。好，把它拉出来，拉出来以后东西就成型了。我拉的比较慢，然后因为我不希望这个口越来越大，越破越大，所以我拉的比较慢。好了之后呢，这个地方哈，我们要把它推到底，所以我还是一样可以用刚刚这支伸到里面去，像这样子把它推出来。记得一定要都推到边边，推得很漂亮，这样子。推好了以后哈，我们就可以去烫，把它这样子推平。好，有些地方没有这个弧度，没有推得很好的话，就把它推开。好，像这样子都 OK 的话，你也觉得哦差不多啦，都推到底了，你就可以去把它烫起来。烫好了以后，这个后面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哈，这个口很简单，因为我们待会不会被看见，所以呢就准备一个针线，就这样子平平的哈，把它缝一下，轻轻的把它拉一下，线头不用留这么长啊，这样剪掉，好像把它弄平，撩针啊。把它这样轻轻的弄平，待会是不会被看见的。可是你不要硬拉它，我现在只是把这个洞补起来，所以放平就可以了。好了以后，等会就直接在后面打结，一样哦，都不会被看见的。好，就像这样。好了以后就这样子，就像这样，这样就做好了。好，那我这边呢已经做好了好几片。那到时候其实你花不见得都是一个花颜色啦，你也其实可以用2、3个。比如说像我这样子，这边也是都缝好了哦，这片也是都缝好，3层嘛。好，那这样的我有3层了，我要怎么做呢？如果你今天喜欢的话，你要再做第4层都可以。那我今天设计的是3层。那可是如果说这样平平的就缝起来不好看，所以我们其实还可以放一个方法，就是稍微把它折一下。折一下，你注意看哦，你稍微把这个每一个花呢都折一下，这个花呢就会变起，因为它会翘起来嘛，哈，对不对？它翘起来了，就变立体了。那你不管怎么放都可以啊，你想说，哎，我要这样子还是这样，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。折一下，也可以先缝住，也可以不要先缝住。像我的话，我就是不先缝住，折个差不多了，哎，觉得好看了。就一次拿个针线稍微把它缝住，然后刚刚没有打结，再来一次。好，我说不放心的话就先缝一下嘛，哈。好，我就在这个地方缝住，缝个2针好了。好，给它卡一下。
接下来的话呢，我的第2层呢，我就打算是用不同花色，这样子。好，也把它缝一下。比较厚哈。好，最后嘞还有1层，也是这样子，直接上针好了，这样比较快。好，好，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先把它缝到你的作品上面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是做一个小包包或做一个小壁饰的话，你就可以先把它缝住，先把它固定上来。好了之后呢，再把它呢拿一个你喜欢的扣子哈，像这样子，再把它缝在包包上。这样就很好看了。记得先把这个缝在作品上面，然后再缝扣子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可以增加你这个作品的活泼度咯。好，那我刚刚就把花做好了。那你注意看哦，我们现在有了一朵花以后，是不是可以让你的作品增加很多趣味，而且更漂亮嘞？你看哈，如果这样也可以哈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加层黄色也不错。那你要做3层的啦，或4层啊，其实都 OK 哈。然后最重要的是呢，中间缝一个扣子，把你手上收藏的扣子呢，都可以把它找个机会把它缝上来。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山茶花的花，这样子。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。这里是拼布花园，我是庞慧茹。